不可量。世间哀愁，无知无休，离散却别我泪已从头。我愿山藏在我之后，让天下骨肉相守。我心向往雨纷纷，爱恨如土风的安详。我心向往烛火之光，美人格外荒凉。你看看，当日张子与寡人在楚国相见，一贫如洗，两袖空空。他若有和氏璧，又何苦那么落魄呢？微臣也是觉得疑惑，但或许当年只是障眼法呢。既然中行期是五国奸细，会不会他在离间分化？中行期是熬不住酷刑才吐的口。就算大王不信张仪会背叛秦国，不信张仪会因五国之乱而胆小逃跑，但那中行期乃张仪旧友，他的口供详尽无比，而那块和氏璧也曾的确与张子息息相关。大王，中行期的供词暂时看不出任何破绽，这和氏璧又突然出现在咸阳，张子百般热心从中周旋，很难说跟他无干系。大王，张相来了，先下去吧。是。永南，臣拜见大王。张仪一直在筹划出使列国的事宜，打算即刻启程。张子，你可曾听说宫中和氏璧一案？哈，此事宫里宫外废议，臣怎会不知？张子怎么看？臣以为，此事并非一人所为，其中必有许多曲折，牵扯进的每个人都砸进了自己的私心和手段，才导致此事如此复杂多变，已经超出了一个人起初的愿望。寡人本欲差你出使列国，游说列国国君，可眼前情形有变，寡人想将你的行程缓一缓，再做打算。大王，函谷关战事吃紧，刻不容缓。大王突然主意变了，能不能给微臣一个理由呢？那中行期已经招供了，说那块和氏璧本就是你的。我的？如果和氏璧是我的，我再买它做甚？哄抬市价，图什么？筹款潜逃。楚离子，我张仪心智不全啊！我要潜逃，我带块玉走，不比带2大箱子金子走要容易得多吗？寡人也觉得其中有些蹊跷，但既然此案牵扯到张子，就请张子在家中多留几日吧。自古谗言离间，皆因君生疑心。臣有嫌隙，趁虚而入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既是如此，我张仪无可辩白，微臣告辞了。张子，既然如此，寡人就不得不派人去你府上，免得生变。好，那是自然。
我张仪如今已经成了大秦的嫌犯了，当然得让人看着。你大王没有即刻将我扭送廷尉府受刑，已经是法外开恩了。嘿嘿。楚离子，你以为张子会是偷盗和氏璧之人吗？大丈夫不拘小节。臣以为，张仪有没有盗取和氏璧，是否私藏和氏璧，甚至变卖和氏璧，那都与我们无关。那和氏璧是楚国国宝，又不是我秦国国宝。楚人失宝，乃是他们自己失德；何人得宝，以何种手段得宝，在这大争之事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张仪若身居国相之位，却对秦国没有信念，甚至悄悄打着逃走的念头，这恐怕是最不可原谅之处。你真的相信他会是又一个公孙衍吗？张仪为人张狂，与臣性情不合，臣不愿为他打这个保票。但是以臣愚见，张仪未必不忠。身为国相，何等荣耀，不到最后关头，岂能轻易弃之？且他曾亲口说过，五国联盟并不可怕，并且自告奋勇前去游说。然人在危难之刻，难免有一时半刻的失措之举。多筹些钱，为自己留条后路，也未必就完全说不通。在未能找到和氏璧真正的来历之前，张仪仍是嫌疑者之一。是君臣之间必以信，是夫妻之间必以诚。眼下寡人到底是疑心太重，还是真的无人可信？事关我大秦福祉，实在让寡人左右为难。芈月，芈月，芈月，你这个小丫头，竟然认不出寡人了。来人！大王，快宣太医，芈月醒了。是。大王，八子，你这身子还没好呢。这就是和氏璧。让太医检查过来，只是那个匣子里有机关藏有毒针，和氏璧上并没有毒。好好看看他，你为了他差点丧命。这块玉伤了多少人的心呢？卞和曾抱着璞玉，在楚山下去见楚厉王、楚武王，可玉宫没一口咬定这是块普通石头。结果两代君王均以欺君之罪砍下了卞和的左右脚。卞和抱着璞玉在楚山下痛哭了3日3夜，眼泪流干了，流
躺在宝玉上的全是血。有何不妥？快过，把它拿走。尽管它足以乱真，但这块玉绝不是和氏璧。这的确是难得一见的美玉，做工精巧，白璧无瑕。在我秦宫里也很难找出同样品格的好玉。你是如何确定它是假的？就因为它过于白璧无瑕。大王，臣妾刚刚提到过，卞和曾抱着璞玉在楚山下痛哭了3日3夜，和氏璧上沾满了他的血泪。此玉有灵性，卞和的血泪即刻沁入玉中。尽管后来楚文王曾让玉工们剖开宝玉，细心打磨，但碧玉里仍留下了几处血丝。屈子曾在朝阳家欣赏过这块宝玉，说那发丝般的血迹一般人很难发现，但放在光亮之处却尤为明显。如此说来，果真不是和氏璧。是谁这样处心积虑？和氏璧本是独一无二的珍宝，岂容混淆？那人这么做，一定不仅仅是为了谋利。瞧你这孩子，有话不会慢慢说吗？这身子还那么虚，就劳心劳肺的。来来来，赶紧躺下。这汤水越来越浑了。八子真是命大，这若是换了旁人，早就呜呼哀哉了。妹妹别太伤心了，调养段时间，身子会好的。是啊，等八子养好了，照样是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我哪里是在为自己的容貌叹息？我是想我这一病，不知又得罪了多少人。这些日子我明明见好，可除了2位姐姐，宫里无人肯理睬我，连王后都不来看我。八子为何要惦记王后啊？是她的解药救了我的命，我总该当面谢她。你们这是齐心要瞒我什么？前些日子我命如寒蝉，岌岌可危，宫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女医治说了，你全身经脉均伤，要心无旁骛才能调养好。等过些日子你腿脚利落了，再知道也不迟。姑姑这么一说，我就更躺不住了。你们若不告诉我，我去问大王。哎，八子真是倔强，你赶快躺好，我慢慢说给你听。你呀，就不要想着惦记王后了，更不要在大王跟前提及王后。如今王后已是戴罪之身。怎么回事？这件事情只有大监最清楚，我们也是从他嘴里听到3言2语，才略知眉目。拜见大王。及第免礼。听说芈八子已无大碍，恭喜大王。虽然已经好些了，但身子还是过于虚弱，仍需要静养。和氏璧一案还辨不出黑白，吴国围秦之事重中之重，是否考虑派张仪出使游说，分化列国？张仪身处嫌疑，恐难再为国相。王后乃后宫之人，臣不敢擅作主张。张子有才，有才不忠，
比无才更甚。大王，芈八子来了，说有急事求见大王，老奴让他在外候着呢。他这么弱的身子，为何到承明殿来？说是关于和氏璧毒案。和氏璧毒案？是，芈八子说事情紧急，让他进来。是。臣告退。大王，过来。这手冰凉的，快烤烤火吧。母监，端碗热水过来。是。玉儿没事。没事？这么弱的身子，这么冷的天，还往外跑？臣妾只是想到了那个案子，实在在交房殿躺不住了。你身子不好，就别为这事情费心了。这一日躺着无事，就这案子的情形，我问了宫中的姐妹和相关之人，才知道此事不仅牵涉到王后，还牵涉到了国相张仪。不错。臣妾以为那个中行期很可疑，应该重新审他一次。可是太晚了。上午雍瑞来禀报，说那中行期在狱中打碎陶罐，割腕自杀。寡人让雍大夫即刻重审那犯骨，得到了些新口供，但是听起来都是胡言乱语。他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中行期曾叮嘱他，这块玉无论多少人出价，到最后只能卖给一个人。那人恐怕是张子。正是。但此玉若是张仪出售，并通过你之手哄抬市价，为何到最后又要返回到张子之手？这岂不是用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？这就对上了。你看出来什么？大王明鉴，既然那和氏璧是假的，那么关于中行期所说的张子如何盗取和氏璧，如何变卖和氏璧之事，皆应当是假的。你先歇息一会儿再说。既然他们为了设计张仪，那匣中的毒针很可能就是针对张仪，对方必是知道张仪的过去，也知道他会对和氏璧耿耿于怀，所以将毒针藏在匣中暗算。我和王后半路相争，和大王让我们破解匣子的机关，大约都在他们的算计之外，只因他们有备而来。当毒针刺中我和元儿，大王彻查抓住中行期后，他们马上又用了苦肉计，把脏水泼到张仪身上。张子无辜，却是有口难辩。这个雍瑞是如何审案的？差点误了寡人的大事。这也怪不得雍大人，那中行期一伙早就做了算计，又抱着必死之心，只怕换个人审，其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但那蛇毒来得奇怪，你和王后相争和氏璧，你中毒以后，王后就赶紧吃了解毒药。她是秦宫中唯一有解毒药的人。大王，一事且归一事，就事论事。就算王后有杀我之心，我也不能落井下石，指黑说黄，明知其冤，却因为私人恩怨而私心窃喜。金山蛇、云梦环蛇、双头蛇，乃是楚国3种最毒的蛇。楚国宫中藏有这3种蛇的蛇毒，而宫中秘制的解蛇毒药回龙丹，也是针对这3种蛇毒而提炼的。所以王后的药正巧能解此毒，但未必王后就是下毒之人。依你之见，谁该是下毒的人？臣妾后来又将那假和氏璧拿来细看，发现不但玉质绝美，而且做工精致，都堪为杰作。和氏璧为传世之宝，假和氏璧可以以假乱真。臣妾以为那始作俑者一定是曾经持有过和氏璧之人。这么说，
此人应该是来自楚国。说起楚国，臣妾首先想到的是楚王。但楚王天性糊涂，并不是阴毒社稷之人。令尹朝阳，可能是他，但不仅仅是他。诸国兵马联手攻秦，楚国派昭阳当统帅，昭阳自然立功心切，但昭阳的性情一贯暴躁，并不工于心计。这种连环计环环相套，昭阳背后必有高人。那人记恨张仪，忌惮张仪之才，欲除之而后快，利用昭阳和和氏璧行此诬陷之计。寡人知道那个高人是谁了。大王的意思是？公孙衍。大王怎能如此肯定？公孙衍与张仪有深仇大恨，昭阳不过是误会张仪到了和氏璧，但公孙衍却一直以为是因张仪的到来而失去寡人的倚重，最终弃秦投魏。公孙衍虽有才华，但心胸狭窄，计较善妒。他一心想要让我为他离去而痛悔，所以他才会游说诸国与秦国为敌，以此证明他公孙衍的能力。他设计假和氏璧的圈套，既是为了陷害张子，使得君臣相疑，同时也是暗喻寡人不知见识人才，不懂辨认珍宝。那既然如此，大王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大敌当前，寡人本拟让张仪去诸国游说，分化列国，但眼下既然对手如此记恨惧怕张仪，那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，重用张仪，游说分化诸侯，让公孙衍的计谋不能得逞。士可杀不可辱。寡人虽然对中行期的口供并非深信不疑，但对张子也有所疑惑。寡人担心他因此而负气抗旨，不再为寡人效命。人以国事相待，我以国事报之。公孙衍太过熟悉大王，又太过了解张仪，才会设下这么个局来。臣妾以为，对张仪来讲，请将不如激将。激将？公孙衍如此与秦国纠缠不放，皆因为好胜之心，而张仪无端受此诬陷，必会有报复之心。若能激起张仪的报复之心，那天底下有比留在秦国更能与公孙衍一决高下的地方吗？好，说得好。可惜张子这阵子被寡人圈在家中，定是一肚子委屈不忿。派何人前去周旋转还才好。大王，那你看臣妾如何？你在这秦宫里，除了大王，比我更知晓张仪的人恐怕没有。可你的身子……大王不妨派一辆好车送芈月出宫。都撤了。是，撤。张相在家吗？张子，姑姑，这屋子里的味道太难闻了。
什么东西这么刺鼻子？张子博闻强记，应当知道这是沉香，来自阳月之南邑。什么花儿香啊草啊，跟我张仪都无缘。你们弄这些东西来做什么？张子身为国相，肩负大秦重任，可这屋子里却有股萎靡不振、气息奄奄的味道。我非铜胶铁铸，我乃肉体凡胎，当萎靡时则萎靡。至于气味不好闻，没人替我打扫。你以前那些个小童仆都去哪儿了？何况你身为国相，我听说大王曾送你数名美姬服侍。张仪倒霉，没人来陪啊！自从那日大王说要派人把守相府，回来我就让他们全都走了。我可不愿意整日看着他们在我面前愁眉苦脸的。再说了，我若真有事，总不能牵累人家吧？张子只愿躺下说话，身子哪里不是？头痛胸闷，那这沉香正好对症，主心腹痛、霍乱、中恶、清神。我是心病，你的沉香治不了。那就换一剂药。哎呀，算了。芈月，从你进门我就知道你的来意，你不要告诉我说大王终于弄明白我是冤枉的，冤案要昭雪，要让我感激涕零。非也。非也？张子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和氏璧。是，但可惜这是假的。假的？如此瑰丽华美，怎可能是假的呢？足以乱真，就因为它过于完美无缺，所以露了马脚。你看出来的？芈月厉害啊！张子为何捶胸顿足？像我张仪这辈子，几次三番被这东西差点害得丢了性命。今日第一次见到真面目，还是个赝品。张子以和氏璧为仇，但我认为，恰恰是和氏璧成就了张子。哎呀，你不要再取笑我了。老子曰：“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。”任何事情都有福祸两面。试问，若无和氏璧，张子此时还在朝阳门下浑浑噩噩的度日。因为有了和氏璧，才把张子逼到绝处，因而走出楚国，成为秦国国相，一怒诸侯惧。那此番呢？此番，诸国联手攻秦，公孙衍本来就与你有仇，又惧怕你的才华，于是以和氏璧为计陷害于你。但如今你毫发无损，这只能成就你在诸侯之间的威名。等你再出使列国，诸侯召见之时，你未发一言，他们就先行气馁了。芈月说得好，我张仪若说我心没动，那是假话。那张子……来人，来给我更衣，我要进宫见大王。来人呐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都是些踩地攀高之徒，没一个忠心的。我自己来。
拿来。什么？诏书令符啊。这个见了大王自然会有。大王为何没让你带来？你亲自面对大王，才好讨价还价。我不可越俎代庖。芈月，你出师了。大王，此番诸国已经对我大秦举兵，全有赖张子前往各国游说分化，解我大秦之困局。张仪义不容辞。纵观全局，张子看还有何遗漏之处？据说半年前燕王驾崩，大公主孟莹之孩儿公子直，年仅2岁便丧父，母子俩很是可怜。眼下孟莹成为了义后，太子快继位，此君懦弱无能，大权旁落于国相子之手中。前次大王修书一封给义后，请他帮母国说话，却一直没有得到义后的回信。此次出使诸国，张仪以为第一站就应是燕国，望大王能再修信一封给义后，我等只要说服子之，这燕国就会成为羊群中第一只掉头而回的羊，别的羊见了，不可能不为之心动。好，除此之外，张子还有何要求？寡人定当尽力为你办到。大王，张仪还真的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说来惭愧啊，张仪一向自负，却因着和氏璧几次三番差点断送我的性命。此次公孙衍以假和氏璧相诱，固然是要构陷微臣，但臣料定公孙衍也是想以假诱真。若是这和氏璧真的在秦国境内，大王日后得到了和氏璧，请交于在下，将其砸碎，以泄此恨。玉璧易得，国士难求。和氏璧虽为楚国之宝，但你张仪却是我秦国之宝。寡人答应你，若和氏璧真的落在寡人手中，定当赐予你张仪，任你处置。是为知机者死，张仪愿为我王效命。好。大王，老奴弄清楚了，王后和芈八子为和氏璧相争，此事背后果然有人作祟，宫中还有人放出“得玉者得天下”的话。谁？孟昭氏。但在背后怂恿他的，好像是魏夫人。魏夫人历来与王后不和，她浑水摸鱼，还到寡人这里来出手王后。也正因如此，才救了芈月一命。但那孟昭氏是王后的应试，她与魏夫人怎么会联手？有人唯恐寡人的后宫不乱。大王，公子华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孩儿拜见父王。华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孩儿这几日苦思冥想，让工匠将我秦军的盔甲进行调整。如何调整？比如说步兵，他们的前胸、后背、肩膀易受攻击，其甲衣由前甲、后甲和披帛等3部分合成。那骑兵必须便于骑射，其甲衣就比较短小，仅到腹部。没有披帛。还有车御，他们的手、臂、颈易受攻击。孩儿让其甲衣不仅有前甲和后甲，还有手甲、臂甲以及盆领。好，华儿真能干。函谷关大敌当前，孩儿愿为父王分忧解愁。
华儿，从小到大，你都没有辜负过寡人的期望。只是你那个娘亲，娘亲又做错何事了？你没听说过前阵子和氏璧的事吗？宫中人人皆知。你那个娘亲又在搅浑水了。父王，娘亲糊涂，请父王宽恕。孩儿定以命相劝，让娘亲好好在后宫安分守己，不再做任何错事。那就最好了。起来吧。谢父王。老奴拜见王后。大监不必多礼，有什么话直说吧。王后以为老奴要说什么？芈月中毒，大王寻找摄局之人，因为臣妾是宫中唯一有对症解药之人，瓜李之嫌，难证清白。大王要臣妾担责，臣妾就担；大王要臣妾的性命，尽管拿去。王后觉得委屈，臣妾有口难辩。大王英明，并未轻易定案。大王禁足王后，派人封闭交房殿，也是为了谨慎起见。王后不管是否冤枉，但同样要提防别人栽赃陷害。芈八子身体康复后，了解此事，亲自破了和氏璧的迷局。他向大王力证，王后与此事无关，因此大王口谕，派老奴前来，撤了交房殿的侍卫。是芈月亲自向大王力证？正是。这怎么会？王后，这就是说，大王相信王后是清白的了。是啊。除此之外，老奴还有一句告诫。大监请讲。秦宫历来清静，既无什么秘制，也无什么神药。宫外不洁之物带入宫中，那就是惹祸的根源。人往往是先自侮，而后遭人侮之；假自毁，而后遭人毁之。王后还是要事事严谨为好。老奴告退了。多谢大监提点。王后，大监是什么意思？珍珠，随我到寝殿，去把我陪嫁的单子都给我找出来。陪嫁的单子一直是在戴帽姑姑那儿，戴帽姑姑去了也没来得及交代，不知道在哪儿啊。不，今日就算是把交房殿翻个底儿，也得把那单子找出来。大监不是说王后没事了吗？王后为何反而要慌张起来？大监的话，我听明白了。若是要大王彻底去掉疑心，就要把我从楚国带来的东西交代得一目了然。快随我去。是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书，却生
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泥水暖，渭水寒，换不回一人如故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在